新娘结婚当天，亲妹妹居然遭到了村霸的低俗婚闹，于是她用凳子狠狠地砸伤了对方的脑袋，没想到却惹上了大麻烦。因为村霸是村书记的亲儿子，他的父亲在万家庄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并且手里还掌管着资产上亿的万家集团。因此，当万书记得知儿子被新娘打伤后，他当场就把新娘的公婆怒斥了一顿。我这县里开着会，着急忙慌的赶过来跟你们凑这个热闹，这回闹到头破血流，你们家这个有喜啊！要命！万书记的话吓得新娘婆婆当场扇了自己一个巴掌。然而随着万书记的离开，现场所有的村民也纷纷退了场，毕竟在这个地方谁都要给书记面子。随后等所有人都走了以后，公婆才想起儿媳妇那边的事情。此时的幸福正在给妹妹整理被撕破的衣服，可婆婆看到后不仅没有帮儿媳这边，反而在替书记的儿子说话。清月，你听我说啊，传家来是给咱闹喜的，我们这都这样，结婚的时候有的地方闹得比这还过呢。挺不容易的把他请来了，人家是来给咱面子的。有这么闹的吗？把人衣服都给撕了，这耍流氓！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无言以对。然而新郎王庆来也是个窝囊的男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也只是不痛不痒地安慰了几句。只有幸福一个人愿意替妹妹做主，表示事后一定帮他讨个说法。怎料门外的公公得知儿媳要去闹事，他立马把幸福叫到外面，责怪他刚嫁进来就不省心。要知道他得罪的人可是村书记家的儿子，声称这是给他们王家惹上大麻烦了。此时幸福闻言立马就回怼公公：书记的儿子咋了？书记的儿子。这都是这么闹喜的吗？金国，我们家呢在万家庄是小门小姓，没势力，爸妈呢不敢得罪村里领导，怕以后的日子不好过。接着王庆来就蹲下身子，她让幸福只要过去道个歉，便保证以后自己什么都听她的。听到丈夫的话，幸福心软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人就来到了书记家，并且诚恳地跟万书记表达歉意，而万书记也原谅了她的过错。可就当王庆来准备走时，幸福竟然要求书记的儿子过来跟他道歉，这下可把万家搞得不知所措。王家媳妇儿都把你砸成那样了，你还养着他们家丫头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啊！这种事你都敢自己做主啊？你没事吧你？你说开谁就开谁啊？男人在公司对老婆大发。
他自己做主就行。幸福想。
合不拢嘴。而公婆从这以后也对自己这个儿媳刮目相看。幸福回到村里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告示。他看着这个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结果，很是欣慰。接着他就对着公告栏拍了一张照片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妹妹。幸运看到了姐姐争取的结果，心里也有了一丝安慰。到此闹婚的事情总算结束了。你是我家的功臣啊！人只是随手摘了几颗大白菜，怎料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商机。她听到丈夫种的有机菜，因为叶子上面有虫眼，只能卖到4毛1斤，于是便问菜商为什么价格这么低。我刚才跟你当家的已经解释很清楚了，我是做超市的，人家超市收我的菜就是看品相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那超市有那种有机菜的柜台啊，你为啥不把我们菜卖到那种柜台呢？你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这点菜太少了，我是走量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走量的，我不能因为你们这点菜跟人超市签合同去。再说了，就你们这几亩地，万一供应不上，那我跟人超市签的合同就违约了，你知道吗？听到这话的幸福脑袋里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，心里开始孕育了一个大胆的致富计划。他询问菜商，如果他们能把量供上，能不能按照有机菜的价格收他们的菜？菜商听后当然表示没问题，只要蔬菜的供应量能保证，他立马就去找超市洽谈。可有个前提是必须要按时按量交货才行。幸福听后很爽快的就答应了，但菜商看着幸福他们家就几亩地，以为在说空话，于是他便好奇的问幸福打算怎么弄。这你甭管，只要你能按照有机菜的价格收我的菜，那我们将来就扩大生产，我们要修建大棚，要提高生产量的。行，那感情好啊！你们要能把这事干成了，你们就发财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也能多挣点儿。做蔬菜大棚在幸福看来这是一个致富的机会，不然她跟丈夫种一辈子菜都是穷光蛋。随后等菜商把菜都收走了以后，幸福就开始着手大棚种植的计划。她先是让丈夫王庆来打听一下对面的土地都是谁家的，大概多少钱一亩。她打算把这周边的地都承包下来。到了晚上，两口子就在商量这事，王庆来就告诉幸福，一共有15亩地，每亩地1年的租金是400。幸福算了一下，一年总共的租金是6000元，但幸福知道建造大棚花费才是最高的。每亩一大棚的建造费用是18000，18000乘以15，27万，再加上种子的费用，这加起来算是40万块钱吧。40万按照幸福的估算，大概2年左右能够回本。虽然这是幸福觉得能成，可两口子现在刚结婚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，于是想着找公婆他们借一点。幸福把自己的这个承包大棚的计划跟公婆阐述了一遍，可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的老两口心里却打怵，尤其是公公生怕幸福把钱都亏了，到时弄得他们王家日子还不好过。而且老两口攒了一辈子也就10来万块钱，原本是打算留着给2儿子庆祝结婚用的，哪怕是全拿出来也不够。然而幸福却表示钱的事情已经规划好了，不够的部分他们去信用社贷款，这样就可以少付一点利息。幸福见老两口一直不表态，于是他便把公婆担忧的事情详细的说了出来。是修大棚一次性要投入很多，但是咱把温度和水都控制好，这蔬菜4季都可以生长，反季节的蔬菜可以卖得更贵一些，不然这老蔡也不会签下让咱们跟城里的超市签合同。以后我和庆来就负责种菜，超市负责卖菜，您跟妈就负责在家里坐着数钱就行了。听到在家数钱，公婆也是喜笑颜开，婆婆更是夸幸福真会说话。老王一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，如果不是幸福有这方面的想法，一家人估计很难有翻身的机会。很快幸福在拿到钱之后，她开始带着丈夫着手购买材料。眼看着大棚全部都盖好之后，可有时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幸福家的蔬菜还没开始对外销售，村里就因为招商引资要修建保健品厂，恰巧领导他们选中的地址正好是幸福他们家承包的那块土地。原本庆来一家不肯将土地让出去，可在万传家利用村里建设发展的理由，迫使村里人都举手同意。在所有人的压力下，庆来父子俩也只能答应。但是以至此最重要的是补偿问题，幸福为了这个事多次跟万传家沟通，可万传家却不愿意赔偿那么多。发票有多少钱，我给你报多少钱，317680，你们就告诉我这个钱你们要还是不要？这我怎么要啊？我们花了39万多，你现在给我报31万，那剩下的7万多不就白白损失了吗？不管幸福如何争取，万传家就是一口咬定不愿意多赔偿。没办法的幸福只好想别的办法。然而赔偿的事情还没解决，庆来这边找万书记理论却不慎受了伤。我就不，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不走。你滚不滚？我滚！温书记用力地往男人命根子上踢了一脚，剧烈的疼痛顿时让男人倒在地上哀嚎。怎料等老婆赶到医院时，她看到丈夫下面红肿得非常厉害，这让她意识到丈夫很有可能丧失了生育能力。于是她气愤地来到万书记这里找对方理论。万书记，你为啥要踢我家庆来？他跑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，让他走他不走，我就踹了他一脚。那你有话不能好好跟他说吗？你踢他干啥呀？你知道他现在躺在医院里面疼得嗷嗷叫，你们万家庄的领导就这么教育人的吗？你说对了，
我万家庄就是这么教育人的。万书记仗着自己在村里位高权重，根本不和幸福讲道理。他表示不听话的孩子就得打。幸福见他这么蛮横不讲理，于是他也只好用法律的武器来解决问题。第二天他就来到镇上的派出所，把万书记打人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警官。怎料李警官一听是书记，立马就转变了态度。其实呢，万书记这个人啊，我还是了解的，他不是个坏人，但是人一有了本事，脾气就大。那话又说回来了，他如果没脾气，他哪有本事带着你们万家庄走到今天？你说是吧？听到这话的幸福当场就对了回去。他认为有功劳和打人那是两码事。他反问李警官：有功劳就可以打人吗？李警官见自己说不过幸福，最后他只好答应幸福自己会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接着他就来到万书记这边做调解，可万书记认为这是屁大一点的小事，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。但李警官却告诉了他事情的严重性。来的时候我去县医院看他的病历了，你那一脚踢的可不轻啊！你人家要是真较起真儿来，说不准你就得换个地方跟我说话了。得知情况的万书记这才知道事情很严重，最后在李警官的劝说下，万书记这才同意赔付医药费，再外加1000块的补偿金。随后李警官就把调解的事情告诉了幸福，说话间还替万书记美言了几句，表示对方认错态度诚恳。幸福一听这话也没再追究，他想着自己本来也是去讨个说法，既然目的达到了，对两家都是好事。然而就当万书记把钱给了幸福之后，接下来他的这番话却把幸福给惹怒了。你回去呢，也跟你们家庆来说一声，多向有德学学，做人厚道一点。钱谁都喜欢，但得靠自己的本事挣，就不能讹人家钱，是吧？更何况讹的是集团公司的钱，是公家的钱啊。此话一出，幸福立马就跟万书记理论起来。如果不是村里征地，压根就不会出这档子事。原本幸福搭了蔬菜大棚准备对外销售，甚至还得知蔬菜商已经跟超市签了合同，对方损失的6万块钱都要幸福一家赔。说到底都是征地导致了现在这样的结果。现在在书记口中变成了讹钱，这让幸福越想越觉得憋屈，声称早知道这样自己就不让这块地了。没想到万书记一听这话，当场还来了脾气，他还借着这个事把幸福教训了一顿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厂子关系到万家庄的未来，万家庄的名声，万家庄老百姓的利益，我跟谁敢捣乱？谁敢捣乱？就是跟我万善堂过不去，就是跟温家集团过不去，就是跟万家庄的父老乡亲过不去。万善堂把自己说的大仁大义，搞得现在还以为是幸福一家耽误了村里的发展一样，这让幸福立马就坐不住了。他这1000块都不打算要，就离开了这里。最后逼得幸福只好用打官司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找到了律师关涛，把万家集团和万书记都起诉了。没过多久，万书记就收到了被起诉的律师函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在万家庄这个地方居然还有人敢告他，这气得他当场血压飙升。然而书记的儿子万传家看到幸福居然敢这么做，他直接就带着施工队来到了幸福家的蔬菜大棚，他准备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给他拆掉。村里人得知情况，立马来到王家通报此事。公婆一家人急急忙忙赶了过去，庆来奋不顾身地叫喊着让施工队停下，可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们。最后他用身体挡在铲车的前面，怎料却被一脚油门撞倒在地。公婆把庆来扶着离开以后，怀着身孕的幸福不顾危险冲了过去。我看谁敢！谁敢！师傅，我也爱幸福！幸福！我也爱幸福！这就是你们推的，你还来劲儿你！你看你就来气！你现在怀着孕呢是不是？你可不能生气啊！那你要真动了胎气，你到时候也赖集团，集团可担不起责任啊！行了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通过司法解决了。村霸带着施工队把幸福投资40万的蔬菜大棚给铲了，气得幸福公公当场就吐了一地的血。好在经过及时抢救，脱离的生命危险，但病床上的他却觉得生不如死。一想到自己这多年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村霸摧毁了，公公气得差点要去寻死，这让一旁的幸福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他必须给公公讨回损失，让狂妄的村霸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然而当幸福带着关律师找村书记要赔偿时，万书记当场就大发雷霆。他不仅不批评儿子放下的错误，反倒对幸福撂下了狠话。我万善堂就是这个脾气，好说好商量，什么都好办，跟我来硬的，我等着。万书记强硬的态度令幸福没想到，然而一旁的万传家借着父亲的话还在这里阴阳怪气，所以幸福就忍不住对了回去。地就是你们推的，你还来劲儿你！你看你就来气！你现在怀着孕呢是不是？你可不能生气啊！那你要真动了胎气，你到时候也赖集团，集团可担不起责任啊！此时关律师见他们父子俩都这么霸道，于是他告诉对方只好通过打官司来解决问题了。然而令幸福没想到的是，万传家趁着幸福和他打官司的间隙，在赔偿还没谈好的情况下，直接派人把幸福的蔬菜基地铲平了，甚至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说他们的做法是为了村里的发展，声称幸福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。你说舍小家就舍小家，那是我家，你咋不舍你家呢？传家一脸宠溺地看着幸福发着脾气，似乎看到幸福生气他就胜利了。在法庭上他死活都不肯赔钱，气得幸福当场失控。这钱你们得赔，你们要是不赔，这地我们就不出让了，我们就该种菜种菜。你们爱上哪盖房子去，上哪盖房子去。哎，你们强征地，你们还有理了？
法官，你早就该敲他啊！万传家之所以在法庭上这么得意，是因为法官也不敢得罪这些村霸，毕竟万家集团是市里的重点企业。他假借维持法庭秩序的名义，反而让法警把来报案的老两口轰出去，这下让万传家更肆无忌惮了，好像法庭是他家开的一样，把原告都赶走了。官司最终暂时只好按休庭处理。接着法官就偷偷找上幸福的律师关涛，让他劝幸福撤诉。凭什么呀？被告违法让原告让步，法官同志，你还敢自称是法律人吗？法官支支吾吾解释说什么要顾全大局，声称要是耽误了保健品厂建设，影响市里的经济发展怎么办？然而关律师却直接怼了回去。那法律的尊严不用维护了？这当然要维护，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甭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工了，保健品厂、污水厂是不是必须要建？显然法官是在帮资本家说话，最后法官还是那套说辞，两家私下和解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没必要非在法庭上争个对错。然而另一边李警官也去找万善堂，苦口婆心劝他见好就收。事到如今他弟也争了，大鹏也推了，如果就这样放任两家继续打官司，只会越闹越大。此时万善堂总算松口，答应赔老王家所有损失，但前提条件是幸福他们必须先撤诉。听说万善堂愿意赔钱，幸福公公立马就怂了。关律师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这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。幸福听完心都凉了半截，这家人眼里只有钱，一点骨气都没有。其实公婆一家都被欺负惯了，觉得能拿钱就行。最后幸福没办法，只好跟关律师道歉。关律师嘴上说没事，心里却有些失望。最后万家集团赔了19万多，外加15亩30年承包权了结这事。然而这件事刚结束，万传家又开始闹事了。他拉着幸福的妹妹要去唱歌，可幸运上次被他闹婚弄出了阴影，他当场就拒绝了。怎料万传家还想动手动脚，幸福过来看到后就立马警告对方：你法院门口耍流氓你！离我妹妹远点啊！你敢动我妹妹，你试试！万传家见这么多人在场，他也不敢乱来，耍了几句嘴皮子功夫就离开了。殊不知正是他这个举动将会让他后悔莫及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幸运就委屈的哭了。关律师看出他不对劲，随后便询问他怎么了。幸运便把万传家之前对他做的那些事都说了出来。关律师一听这事就不简单，身为一名职业律师，他决定替幸运讨个说法。接着他就带着幸运来到李警官这里报案。我们要报案，万传家涉嫌强制猥亵妇女。死到临头了你都不知道，人家把你给告了。谁呀？我去唱个歌，告我什么呀？你招谁了你不知道啊？本来这事儿啊都过去了啊，人家就忍了，你偏去招人家，你有病啊！啊，人有脸树有皮，兔子急了还要人呢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？大学刚毕业的花季少女，却在姐姐的婚礼上遭遇了村霸的低俗婚闹。幸运终于鼓起勇气，准备将万传家告上法庭。怎料当李公安得知被告人是村书记的儿子时，他立马就帮对方说起了好话，表示这个闹婚是村里的习俗。那闹婚不是咱这风俗吗？这你姐的婆家是村里的小姓，如果要是没人去闹婚，那她婚礼能这么热闹吗？那都是看了你姐婆家的面子，大家去给她的婚礼助兴啊！一群男人把一个女孩衣服撕了，还在女孩身上乱摸，你说这是助兴，那不是犯罪？此时的李公安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他赶紧帮自己解释说现在的农村都这样，可关律师却质问他农村也不能不讲法吧。这时的李公安才明白关律师不是那么好忽悠的，于是他只好先安抚关律师的情绪，接着就装作为难的说农村是有很多陋习，但也没有办法。李公安把闹婚的事情说成了一种普遍现象，话里意思就是想表达别人过来闹婚是给面子，还趁机拿别的例子来举例。你说实话，就比他这闹得过火的还有呢，那就更应该严厉打击啊！不能因为说是普遍现象，就把犯罪当成了风俗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是那不能。关律师的态度让李公安意识到自己无法蒙混过关，于是他只好先安排做个笔录，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给他们答复。然而等幸运他们离开以后，李公安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万家集团说明情况。谁成想万传家刚好不在公司，所以他只好先把幸运要告状的事全部告诉万书记，并且还强调这不是简单的闹婚，而是犯了猥亵妇女罪。而万善堂没想到儿子因为闹婚这习俗，有可能会被送进局子。如果定了罪，那是要判刑的，而且是要判实刑。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重要的是后面，聚众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公开犯这种罪的，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听到这话的万书记也是陷入了沉思，可为了儿子，他也只好放下面子，头一次低三下四的来到王家求对方。而王家看到万书记的到来，受宠若惊。这次万善堂过来，先是对王家嘘寒问暖了一番，接着就替自己之前踢了王庆来那一脚道了歉，然后就表明了自己的来意。还有个私事儿，想请幸福呢帮个忙。啥事儿啊？就因为闹婚的事情，你妹妹把传家给告了啊？又告了？你们不知道？不
不知道啊。万书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幸福报的案，可事已至此，他只好劝幸福多去劝劝他妹妹。没想到幸运这次是铁了心不肯收手，毕竟在婚礼上受了这么大的屈辱。他表示就算万善堂亲自跟他道歉也没用。随后幸福把妹妹的话转达给万书记后，万善堂见对方不肯罢手，立马就黑了脸，于是他便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这里。然而万书记为儿子操碎了心，没想到万传家这小子居然在包厢里花天酒地，回到家他就被父亲一顿暴揍。人家告你猥亵妇女，猥亵妇女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！李公安说了啊，照你这样，真判了3年5年，那都不是问题。什么猥亵妇女？我猥亵谁了？我王家小姨子把你给告了。听到这话，万传家压根不把这个当回事，他认为自己不就闹个婚吗？表示没必要这么上纲上线。一旁的万善堂气得直跺脚，他见儿子这么不争气，于是他也不想再管这件事。第二天，万传家还是不情不愿地来到了派出所，可李公安问起他闹婚细节时，他以喝多忘记为借口表示不记得了。李公安好心提醒他回忆一下细节，可万传家压根就不当回事。最后李公安只好叮嘱他调查期间不能离开万家庄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关律师正在收集证据，他在电话里要幸福帮忙去找目击证人，或者问问当天有没有人拍到照片。幸福就按关律师的要求挨家挨户的寻找目击者，可没想到全都吃了闭门羹，因为在万家庄这个地方，没有人敢得罪万书记一家。然而万传家这人不但不知悔改，居然还撂下了狠话。我还真就不信了，一个小媳妇儿在万家庄能翻了天不成？要不是你妹妹那个骚狐狸把我家传家告了，能有这些事儿吗？他耍流氓就该告，那也是你妹到处卖骚，关我家传家什么事啊？你嘴巴放干净点啊！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嘴！你来呀，来呀，还要动手打人？传家找不着我也不活了，反正就是找到了，也会因为你妹被抓进去，这日子我也不过了。来呀，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！女人的丈夫把幸福的妹妹给我。的法律业务，他也能就此改变命运。
是检查，并不是针对万书记个人。然而当万传家得知父亲被带走时，他气冲冲跑到王家来讨要说法。传家哥，你别着急，我正跟调查组的人解释呢。你谁呀？在这大喊大叫的，你管我谁的？你谁呀？我是县联合调查组的，我叫翟林。那个兄弟，我叔叔。万传家没想到对方一点面子也不给他，最后在调查组工作人员的一番解释下，万传家也只好作罢。回到家，他就跟媳妇在唠叨这事，两口子现在对幸福都充满了怨恨。还不都是王家那媳妇儿能不够的，把咱爹都给害了。哎，你说他们姐俩是不是你们老万家的克星啊？上回差点把你给送进去，这回可好，他姐终于找人把咱爹都给带走了。呸，会不会说话呀？这次老万但凡有点什么事儿，我不可能放过他王家。他们要在万家庄待得下去，我就不要万传家。然而他刚放完狠话，恰巧这时老爷子就回来了。原来调查组查完法院和公安记录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就把万书记放回来了。与此同时，调查组事后针对万善堂这个人讨论了一番。组长认为他能把万家庄带成一个明星村，着实有他名不虚传的地方。组长决定从他的工作方法中总结经验，让其他村里也多学习学习。所以组长便带着组员在村里走访。没想到在村里打听情况的时候，意外得知万善堂踢伤王庆来那个事情。调查组随后调了医院的记录，发现这个王庆来伤得还挺重，这让组长有点左右为难。因为万善堂不仅是村里的书记，而且还是省里表彰的劳模。关于他的事情，组长综合考虑，决定请示上级领导。谁成想领导的决定竟然是直接抓人。万书记您好，我们是秀川县公安局的，您涉嫌殴打万家庄村民王庆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治安处罚法》第13条第1条规定，我们将依法拘留你，请您配合。万善堂没想到自己这辈子都在为民办事，办公室警旗都挂满了，到最后竟然会被村里人送进局子。当传家过来看望父亲时，万善堂心里越想越气，怎料却突然脑溢血发作，被送进了医院。然而随着万书记被抓，幸福一家人却遭了殃。村民们认为幸福是个扫把星，很多人聚在他们家门口往他家扔东西泄愤。李公安怕有人报复，劝他们先去城里避避风头。可幸福做梦也没想到，刚和丈夫进城没几天，庆来就被警察给带走了。咱们家的补偿款我都给你放在折子里了啊，够你在城里买房子的头款，密码是你考上大学那天的日子。只因小儿子是个大学生，找了一个城里的对象，父母亲就偏心的把家里所有存款都给了他买房子，而这里面还有哥哥王庆来辛辛苦苦攒下的8万块血汗钱。王庆来虽然心里很不甘心，可母亲却反复给他洗脑，说他弟弟的女朋友是市里大领导的女儿，刚跟大领导挂上钩，这在要命的时候，咱全家一定要帮他一把。等他往后成了亲，生了孩子，那他家的不就咱家了吗？那再往后，咱们家不就有了个大靠山了？母亲认为只要两人结了婚，他们王家就攀上了高枝。而王庆来因为老实本分，在这个事情上他就做出了让步。他以为以后真的可以靠弟弟过上富裕的生活。然而当他和妻子因为得罪了村书记，在村里走投无路，只能去城里投靠弟弟王庆志的时候，明明已经买好了房子的庆志却把哥嫂俩带到了酒店，这让庆来当场就很是疑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不是买了那个房子了吗？啊，哥，我那个房子正在装修呢。这个酒店还算干净卫生，我合计你和嫂子先对付一下吧。那装修咋的呀？当初我跟你嫂子那婚房也在装修呀，我也凑合住了呀，我们不讲究这些东西。此时的庆志又找借口说房子刚装修完有甲醛，想用这个理由劝说哥哥，怎料庆来压根就不在乎这些，他立马就准备骑着摩托去弟弟。可这时庆来还是拦住了哥哥，住着住吧，反正也是临时的，是不是嫂子？幸福看出了庆志很为难，所以她就劝丈夫先住酒店算了。然而当庆志带着哥嫂俩来到房间后，他晚饭都没想着安排，就急急忙忙的找女朋友去约会了。等弟弟走后，庆来就四处打量着房间，他看着四周豪华的装修，于是他便做出了一个决定：别动，啊！把东西都拿着。幸福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要走，可她也只好拿着东西跟着一起出去。然而当两人来到酒店前台的时候，王庆来就询问收银员他们住的房间多少钱一天。150一天。什么？150？对，那么贵？哎，那我们不住了，你把那个房钱退给我们吧。先生，这不行，都已经登记了。再说你们刚也进屋了呀。我们进去什么东西都没动啊。没动也得收费，这是我们的规定。150一天对于王庆来简直无法接受，他着急忙慌的就跟收银员开始理论，可他情绪一激动便和对方争吵了起来。可酒店方也不是软柿子，他表示又不是强迫他们住的，声称只要进去了就要收费，眼看没办法退钱。幸福看了一眼他们酒店的规章制度，接着她代替丈夫和收银员沟通，她说他们也才进去几分钟而已，里面的什么东西也没动过就收费，这明显是违反了规定，这样他们是可以拨打监督电话的。但收银员却跟他解释说，是这样的，您今天呢确实算已经入住了，我们系统也没办法改了，但是您明后2天没有住是可以退的，今天肯定得收1天的费用。不行，我们不住了。算了，那就退不了，那咱住1天就住1天呗。虽然150的价格令庆来很心痛，但是已至此他们也只好住1天。临走时还在媳妇面前抱怨亏大发了。然而第2天一大早，
他们就带着行李来到了一家宾馆这里。工作人员告诉他30块钱一天，但有个缺点是房间挨着厕所跟水房，有点味道，外加比较潮湿，所以平时没人住这间房。他建议王庆来他们家20块钱住到2楼去，可王庆来觉得还是在这里将就一下好了，表示他们也是临时住一下，待不了多久。可转眼几天过后，庆志压根就没过来看他们一眼。就在2个人为了生计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路过的女人却给他们带来了赚钱的路子。来到长途车站多少钱啊？你这车不是拉客的吗？是拉客的。大姐，你出多少钱？15行吧。男人只是随手扔掉了手中的饭盒，怎料却和妻子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。来到长途车站多少钱啊？你这车不是拉客的吗？幸福看到主动送上门的生意，他立马就说他们是拉客的。大姐，你出多少钱？15行吧。行，那走吧。就这样，双方以15块钱的价格达成了交易。然而这次偶然的机会，也让夫妻俩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的事情。晚上，王庆来就激动地跟幸福说，拉客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，这让他对这份工作充满了信心。他为了能在城里多赚一点钱，别人40块才愿意跑的活，王庆来居然30块也愿意拉，这活生生的成了摩托车司机里的卷王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这种破坏规矩的做法立马遭到了其他同行的怨恨。哎，这小子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？这早就该收拾收拾他。随后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这伙人就开始对王庆来下手。他们一人故意搭上王庆来，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另一个人则趁机拔掉了他的车钥匙。他们为了彻底让王庆来无法在这里生存，还提前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举报客运站有人在非法拉客。很快警方就联合城管迅速的来到了现场，眼看其他人都在纷纷逃跑，后知后觉的王庆来这才反应过来。然而等他准备骑车走的时候，才发现车钥匙不见了。停下！王庆来就这样被逮捕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在幼儿园当保洁的幸福突然接到了警察打过来的电话，让他去交警大队缴纳罚款。幸福第一时间联系了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小叔子，而他自己先去警察同志那里求情。那警察同志，我们是刚从乡下来的，还不懂城里的规矩，没有下回了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放过他一马？不管你们从哪儿来，他这都是违法的行为。你们这么干，不但扰乱了客运市场的正常秩序，还是很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。不懂法，这也不是逃避惩罚的借口，你说是吧？眼看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恰巧这时庆来的弟弟正好赶过来。庆来以为弟弟在市政府上班就可以摆平这件事，没想到庆志不仅没帮忙，反而把哥哥呵斥了几句。庆志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处罚，这就对了嘛。钱也罚了，车也扣了，我这好几千买的。庆志，你不是在政府里吗？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呢？虽然这种事情庆志也没办法帮忙，可在王庆来眼里却很不理解，自己当初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弟弟考研究生，现在弟弟当官了却一点忙也帮不上，这让庆来心里非常恼火，以至于回到旅馆之后，庆来对这件事越想越气愤。他觉得弟弟是个白眼狼，明明在城里买了房，而自己过来投靠他却住在廉价的旅馆里，弟弟的新房子却不肯让他们住，这让王庆来不禁抱怨道：落难的凤凰不如鸡。庆志，你跟他们商量商量，把我关到那个拘留所，能不能把我们的车跟钱给要回来？庆志面对哥哥强硬的态度很是为难，他思考了一番之后，最终同意让哥嫂俩住到自己的新房去。随后庆志就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高端小区，可没想到等庆来刚一进门就遭到了弟弟的嫌弃。有拖鞋，看看拖鞋。哎呀，嫂子，哎，你不是在装修吗？啊，这今天这个刚装修完，那个还散味呢。谁信啊？幸福看到庆志这么小心谨慎，他实在是不好意思住在房间，于是他准备和庆来在阳台上打地铺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庆志也害怕哥哥嫂子赖上自己，他第一时间问庆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我没有什么打算呀，现在车也没了，也不知道能干个啥。庆志啊，我看你在城里过得挺好的呀。你看了这都是假象，我说啥你别不信啊，我经常吃方便面的。可庆来却不理解弟弟的难处，他当即就委托弟弟帮忙找份工作，说弟弟的老丈人相当于是个县太爷，找个工作对老丈人来说就是个小事。可庆之却说，这个论级别的话呢，亚妮他爸确实是县级，但是在大城市里面，他爸只不过就是一个处长，他跟县太爷没法比，这是两回事儿。不是庆志，咱们还没托人家，你这怎么就把他先撇得那么干净呢？最后庆志没办法，只好答应哥哥帮忙想想办法。然而到了下午的时候，庆志的女友亚妮正好带着工人来量房，他看到哥嫂俩的到来，不仅不觉得惊讶，反而热情的欢迎。可当他在阳台看到哥嫂俩的被子铺在地上时，他立马就把庆志说了一顿。庆志，你太不像话了吧！女人惊讶地发现，男友竟让自己的亲哥嫂睡在阳台。庆志，你太不像话了吧！你让哥嫂子睡阳台啊？我之前让哥嫂睡那个儿童房，然后嫂子怕弄脏了，就非要住在这儿。没事，我们住哪儿都一样。咱那房间空着呢，怎么能住这儿呢？
自私的王庆志害怕哥嫂俩赖上自己，明明拿着家里的钱买了大房子，却故意骗哥哥说正在装修，让哥嫂俩住进了30块的小旅馆。要不是王庆来跑摩的被抓走投无路，弟弟根本就不会让他们住进来。而幸福察觉到小叔子有一些嫌弃的心思，于是他为了不给庆志添麻烦，所以想着干脆暂时住在阳台上，等两人工作稳定之后再搬出去。然而令幸福想不到的是，这天下午庆志的女友亚妮带着工人来装窗帘时，他看到哥嫂俩住在他们的房子里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亚妮非常的懂事，得知庆志一直不让哥嫂住进来，当场还发火把庆志说了一顿，还主动到阳台上把哥嫂俩的被子抱进了房间里。嫂子，你们就住这吧，反正我平常不怎么来。我们就是暂时住，也不老住，没事儿。亚妮的大度让幸福倍感欣慰，她生怕自己的到来影响到她和弟媳的感情。可王庆志却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，他认为弟弟买这个房子自己也出了钱，所以他平时就经常在房间里抽烟。可亚妮看到之后却非常的生气，他怎么还能在屋里抽烟呢？最讨厌烟味啊！我回头跟大哥说一声，让他以后别在屋里抽烟了。听到这话的亚妮也只好作罢。恰巧这时工人也正好量完了房，随即就给他们推荐起了全屋窗帘的品牌。可由于亚妮家境非常厚实，所以就选了一个2万块钱的套餐，这让一旁的庆来听到后非常惊讶。之前弟弟一口一个没钱，甚至还在他面前哭穷说平时经常吃泡面，这让庆志心里非常郁闷。他来到房间就跟幸福说起了这事。做个窗帘要2万多，做窗帘花2万多，你说庆志是不是有钱收的？哎，你在庆志面前可千万别把这露出来，你找个城里媳妇也不容易。这有啥不容易的？他是研究生，又在政府里工作，有啥不容易的？在人家这住少说2句吧，别招人厌。王庆来听后心里非常不爽，他完全没有幸福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反而在这个家把自己当做一个男主人一样，就连跟亚妮他们道别都是一副主人跟客人说话的样子，这让亚妮心里很不舒服。但亚妮也没有当面说什么别的话，只是事后她在庆志面前抱怨道：“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客人一样？这不是咱家了。”亚妮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庆志面对女友的抱怨，他也很无奈。可现在这个情况，庆志表示自己也不能把哥嫂他们赶走，毕竟他现在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靠的全家之力。然而亚妮其实也理解男友的不容易，但现在家里突然多了2个人，让亚妮还有些不习惯。她表示自己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。虽然亚妮嘴上说着理解，可事后回到家，她就在父亲那里聊起男友的事情。她一时间突然恍惚，是不是自己选错了男友？可同样农村出生的父亲却在替庆志说话。他认为庆志今天能从农村走出来很不容易，但父亲也理解女儿的想法。他把利弊都跟女儿讲了一番之后，最后告诉她，无论怎么选择，都要为自己负责。你想好了啊？如果因为他这个家庭，你不选择他，现在来得及。可是你一旦选择了，那就必须准备好跟他一起承担责任。然而躲在门外的母亲听到这话，心里很不爽。她气冲冲地来到房间，把亚妮父亲说了一顿。母亲之所以这么生气，她是不想让女儿走自己的路。她认为凭借女儿的条件，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。趁着现在亚妮还没有跟庆志结婚，母亲就劝女儿干脆跟男友分手。我不会跟庆志分手的，你不信你看着，现在是他哥嫂，将来还有他妹，他父母有完吗？孩子，能别逼我，你逼我不回家住了啊！你别威胁我啊！你这没良心的！亚妮爸赶紧劝住他们母女俩，接着他就哄着亚妮妈赶紧离开了房间。随后父亲还告诉女儿，庆志前途一片光明，市长正在找机会提拔他做秘书，让亚妮不要被眼前的难关所困扰。可让亚妮爸做梦都没想到的是，他没有算到庆志的哥哥是个愣头青。王庆来为了让他帮忙安排工作，居然私自带着礼品过来探望他，而且还当着其他人在场公然给他送礼。哎呀，我也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你跟我这个没有用。你放在家里，放到家里。而且你呢，刚进城，需要求的人我不需要说，你送给他们。你要不要你就太瞧不起我了。你要不要你就瞧不起我。你老丈人是哪个处的处长啊？组织部的。组织部是干什么的呀？组织部就是负责管理选拔干部的部门。哥，你们这个干嘛？男人为了能够进入政府单位上班，居然带着礼品瞒着弟弟偷偷去找他未来岳父，想让这个组织部领导给自己安排个工作。我们有规定，不允许接受任何礼物。不，这个就是专门给你的，专门给你的。真的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拿着。哎呀，我也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你跟我这个没有用。你放在家里，放到家里。而且你呢，刚进城，需要求的人我不需要说，你送给他们。你要不要你就太瞧不起我了。此时的许处长脸都快黑了，他想不到这个愣头青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察言观色，于是他只好叫王庆来到外面谈。王庆志以为弟弟提前跟岳父打好了招呼，怎料许处长告诉他自己压根就不知情，表示庆志从没跟他提过这事。王庆来这才恍然大悟，弟弟之前答应他的没有说，可既然礼品都带来了，他干脆把想法说出来，随即就提出想让许处长给他安排个工作。不料许处长却告诉他，我也有3姑6舅8大姨一大堆亲戚，我们家那规模不比你们家的小，就这么说吧。昨天我亲侄子啊从老家来找我，人家是中专毕业，手里拿着文凭，他希望我帮他安排，我直接就把他回了。听到这话的王庆志心都凉了半截，
他还跟许处长确认了一下，真的是亲侄子吗？接着许处长还告诉他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当年也是举全家之力才把他给供出来，而他的大哥还在家操持着整个家庭，不但上有老下有小要供养，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。说到这里，许处长表示自己是很想管，可事实上他说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其话里的意思就是暗示他虽然手里有这个权利，但他不能做越界的事情，不然这就是以权谋私的表现。虽然许处长把话都说得很明显了，可王庆志还是问了一下这个忙还能不能帮。那您这么说还能帮忙吧？我不是我不想帮，我实在是帮不上。许处长再次的拒绝让王庆来心灰意冷，可许处长见他是农村来的，肯定能吃苦，所以就建议他去不远处那个职业介绍所去试试。但王庆来压根就看不上那种工作，他见许处长意思都说得很明白了，心情郁闷的王庆来就准备转身离开。此时的许处长看着王庆来落魄的背影，他心里顿时有一种感同身受，接着他就叫住王庆来，随即从钱包里拿出了200块钱。怎料许处长的这种善意的行为反而让王庆来受挫，他认为许处长这是把他当叫花子一样，根本没拿他当亲戚看。心里郁闷的王庆来对许处长和弟弟都充满了怨恨。当弟弟得知此事赶来的时候，还没等弟弟责怪他的鲁莽行为，王庆来就把弟弟教训了一顿。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庆志，你长大了吧？翅膀硬了，用不着你哥了，谁会用谎话骗你哥了？你不是说我的事你托过人家吗？你真的托过了吗？你这个血怎么上出来的？你房子哪来的？你摸摸良心，没你哥你能有今天吗？面对哥哥的质问，庆志很是内疚。其实这个事情他曾经也想过，可他却始终开不了这个口。但庆来却认为许处长这是瞧不起他。你说他拿你这个女婿当姑爷看过吗？他要真瞧不上你，你也别舔着脸去求人家。咱们王家虽然小门小姓，那也得要脸，是不是啊？真当我们这农村人啥都不懂？那组织部那不是管人的地方吗？那不是安排人的地方吗？听完哥哥这些话，庆志没像以往那样提出反对，而是愧疚地说要怪就怪他这个弟弟没本事。接着庆志就跟哥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他撒谎是不想让女友家瞧不起他，因为他说自己跟亚妮在一起的时候，亚妮的母亲特别不喜欢他，刚开始就以死相逼要他们分开，多亏亚妮坚持才让他们勉强接受。但他们2个家庭的条件差距让庆志感到自卑，所以他不想让亚妮一家瞧不起他。亚妮对我好，她包容我，她爱护我。我有时候自己想，我宁愿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，我都要跟亚妮在一起。听到弟弟这么说，王庆来也不好再吭声了。到了晚上，许处长和庆志为了他哥哥的事聊了很久。一开始许处长本来不想帮忙，可他见庆志为了哥哥的事左右为难，他不想庆志因为这件事耽误了自己的仕途，于是他便答应帮忙托人安排一个工作。然而当庆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哥哥时，庆来却瞧不上保安这个工作。那不就是给别人看门的吗？人家帮你找工作，你不说感激人家，你还跑到亚妮爸面前替人家面子，你要脸吗？来到城里之后，你左一个不适应，右一个不习惯，你现在还跟你亲兄弟翻脸，连老丈人都不放过，我们大家都欠你的是吗？一无是处的窝囊废来到城里找不到工作，弟弟的老丈人见他可怜，便让他在市政府单位做保安。可王庆来这人不仅没有感激对方，反而还因为自己的虚荣心，经常给许处长使绊子。只因他多次舔着脸上去打招呼，人家都不搭理他。殊不知许处长这么做是为了避嫌，可这是在王庆来眼里却以为对方是不给他面子，所以他便产生了报复的心理。这天他故意把来接许处长的车给拦下。这外来车辆不让进啊！我们过来接下许处长。那许处长多了，你隔着墙头扔块石头能砸死俩。你找哪个许处长啊？就是组织部干部处的许处长。那也不让进。即便是对方报出了许处长的职位了，都不让进，这让于科长心里很是气愤。无奈的他只好说自己跟许处长打电话，没想到王庆来却要他到旁边打，别把车停在门口。于科长实在想不明白一个保安为什么要这样刁难他。随后许处长这边接到了电话，他以为车子已经到楼下了，谁成想他过来时不仅没看到接他的车子，反而王庆来连门禁都不给他开。好在许处长自己带了门禁卡。出来后的许处长询问于科长为什么不开进去。本来是到里边接你的，那个保安死活不让我们进。此时的王庆来完全忘了自己是怎么得来的这份工作，而且他在这里做过令许处长难堪的事情不止一件。有一天许处长陪市长过来视察，王庆来居然趴在窗前一口一个书的叫着，把坐在旁边的许处长搞得无地自容。事后老许免不了被市长责备几句。经过了这一系列事情，他再也无法忍受王庆来的行为，当晚就把女婿叫过来谈话，让庆志通知他哥哥自己去主动辞职。怎料当庆志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哥哥之后，没想到哥哥对他的行为却不以为然，反而认为许处长是在摆架子。混了一辈子不就混了一个处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出来进去拿我跟电线杆似的，理都不理我。哎，他不理我，我凭什么拿他的那个好脸色呢？找你告状了是不是？他告我！哥哥这种不知悔改的态度令庆志很是气愤。怎料就在庆来喋喋不休的时候，庆志的一句你别干了瞬间让哥哥慌了神。一旁的幸福见状赶紧过来求庆志原谅他哥一次，表示现在的工作并不好找，
可庆志说不是自己不想让哥在那儿干了，是老丈人的意思。他劝幸福，与其被别人辞退，还不如自己主动辞职更体面一些。可庆来却放出狠话，说有本事叫他老丈人找人来辞退他。此时的庆志看着哥哥这种行为很是郁闷，他劝哥哥多为他和亚妮考虑一下。本来亚妮的妈妈就很不看好他，没想到庆志的祈求不仅让哥哥无法理解，反而庆来还把弟弟责骂了一顿。离开大闺女，你找不到对象了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我就说了，你说你帮家里干了些什么啊？我问你，开口闭口雅妮，一个没有结婚的对象比家里人还重要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当初找他不就是因为他爹是个县太爷吗？他爹根本就不是什么县太爷，那你还找这么个媳妇干什么呢？哥哥的这话让庆志再也无法忍受，他指责哥哥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。眼见弟弟发了火，庆来也终于同意了辞职，可他却突然舔着脸要求庆志再去帮他找一份工作。但庆志表示现在自己也爱莫能助了。说完，庆志就憋着一肚子气离开了这里。怎料这时庆来却追出来，对着弟弟破口大骂：“你大哥把你供出来，你大哥说推625不管了是不是？好，明天我就去辞了之后我再顺便问候你的宝贝老丈人。”王庆来这副窝里横的样子，顿时让幸福无法忍受。她不明白现在的丈夫为什么变成这样。人家帮你找工作，你不说感激人家，你还跑到亚妮爸面前贴人家面子，你要脸吗？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，没弟弟你活不了了。来到城里之后，你左一个不适应，右一个不习惯，你现在还跟你亲兄弟翻脸，连老丈人都不放过。我们大家都欠你了是吗？幸福的话让王庆来委屈极了，不知道他此时心里是憋屈还是恨自己无能。他就这样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没了工作的王庆来只好去工地打零工，可相比于之前的工作，他现在怎么也提不起劲来。而相反，幸福在城里则一步步向职业女性靠近。在关律师的介绍下，她不仅学习了工作法律知识，甚至还学起了开车。但她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是不应该把庆来介绍到律所来，丈夫的到来将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。你真的以为穿一身这个城里人的制服，你就真的是城里人了吗？再说了，你俩成天在我眼皮子底下亲亲热热的，你真的当我是瞎子吗？你在人家眼里你指不定是什么。闭嘴！你说的什么话？何幸福，你居然敢打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过了，离婚。有一个没本事、脾气还大的丈夫，真的是会把人气死。而幸福为了他这个不争气的男人，已经是尽力了。自从王庆来丢掉了保安的工作以后，幸福就介绍他来到关涛的律所当勤杂。本以为这次王庆来会好好珍惜这次上班的机会，但没想到还是惹出了大祸。而他犯下的错，则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的。这天，庆来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个碎了的花瓶，他便捡起拿到了公司，开始捣鼓起来。关涛看到后，起初并没有在意，他见庆来对种花感兴趣，于是还特意让庆来去财务支点钱买些花草放在律所装饰一下。谁成想庆来却将公司变成了一个花房，平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这里捣鼓这些玩意。关涛发现后，还专门提醒他：庆来啊，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呢是好事，但是也不能耽误了正经工作啊。你那个什么，帮我发一下这个快递。行，我先把那个花浇了，我再给你弄啊。不是我。庆来的举动让一旁的幸福都看不下去，他赶紧过来跟关涛说自己去发，而庆来占有泥土的手帮关涛拿杯子，这一点也让关涛很无语。所以关涛特意把幸福叫到了办公室，他让幸福提醒庆来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花花草草上面，这样就耽误了很多本职的工作。幸福得知情况后，还想替丈夫解释一下，可关涛接下来的这番话却会让幸福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我知道他自尊心强，面子薄，连你们两个人是两口子的事情，他都不愿跟所里的人说。我能理解，他是不想让别人看不起他，挣的钱比你少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直接跟任何人说过。但是今天你看见了，连我的事情他都不认真了。关涛也是看在幸福的面子上，才愿意私下提醒。幸福明白了他的意思后，就表示自己以后一定会多盯着庆来一些。怎料就在这时，派出所的人却打来了电话。接完电话的幸福才知道庆来被派出所里的人给抓了。原来是庆来跑到公园里面去捡花，还将剪下来的枝子给带走了。为此和公园的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。警察表示已经对两人进行了调解，让幸福把人领回去教育教育就行。幸福赶忙跟警察同志表示对不起。此时的关涛作为律师，还语重心长提醒庆来说，公共花圃里的花草都属于国家财产，不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能拿走，让庆来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。怎料庆来却反驳说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那律所好多花都是我剪的枝插活的，那律所算啥呀？我脏了地过吗？听到这话的关涛差点被气出脑溢血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但他还是耐心的告诉庆来，好在没有追究，可一旦追究起来，那就是盗窃的罪名。庆来听后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这天幸福在干活时手指不小心被玻璃碎片划伤了，关涛看到后就立马拿来创可贴给他贴上。恰巧这一幕刚好被从外面回来的庆来看到，他以为关涛和幸福关系不正常，以至于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幸福叮嘱他平时工作上点心，别老是被关涛说。然而就是幸福提了关涛的字眼，让庆来醋意大发。他立马就借着这件事把幸福说了一顿。
我知道你现在是前台，看不上我这个打杂的了，那你看上谁了？看上段涛了是不是？你俩成天在我眼皮子底下亲亲热热的，你真的当我是瞎子吗？再说了，你真的以为穿一身这个城里人的制服，你就真的是城里人了吗？你在人家眼里，你指不定是什么。闭嘴！幸福想不通自己为了他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反而被丈夫这样污蔑。面对丈夫提出的离婚，幸福委屈的红了眼。在临走时，她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别后悔。”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庆来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，最终惹下了大祸。一个大客户一直没有收到他们律所寄过去的方案，导致客户最终和别的公司签了合同，直接让律所丢掉了一个200万的单子。关涛得知情况后，把幸福单独叫到了办公室，不知情的庆来却偷偷跟了上去。可是现在因为他的原因，导致现在律所直接丢失了这个客户，1年损失200万。听到200万，庆来吓得不轻。然而等幸福过去找他时，却发现人不见了。回到家以后，幸福才看到丈夫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就写了4个字：男人工作不认真，导致公司损失了200万。可就当妻子在给他想补救措施时，他却只留下一张纸条，便逃回了老家。见到妻子追了回来，庆来便自责地询问：关涛开除我了？没有，他说让我们自己做决定。我没脸回去，我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么重要，我就是把我卖了，我都赔不起。听到丈夫的话，幸福并没有责怪他，反而安慰地说他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。你的心思就是在你的土坷了上面，那事儿能干好吗？你啥意思嘛？你想要土啊？对，我是土，你变羊了。幸福看到丈夫这个样子，心里很是郁闷。她最想不通的是，在农村勤快的庆来，为什么一到了城里面就叫苦连天，整天不知道上进，还总想着依赖别人。你就真这么喜欢种地吗？庆来一直以为是自己喜欢种地，才不适应城市的生活。可进城这几年来，她才发现自己想错了。我只是熟悉种地，我活了30几年，我才明白，我才发现，我只会干这个，这就是我最熟悉的事情。站在地里，我只要闻闻味儿，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施肥，什么时候该打农药。我听听声儿，我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建苗，什么时候该挂果。幸福劝他，就算是喜欢，也不能原地踏步吧。毕竟那么多人都进城打工，人家不也都过得挺好的吗？可在城里打工这件事，在庆来看来却不一样。他觉得在城里的自己就像一个傻子，既追不上媳妇的脚步，也融不进城市的生活，所以为此他还心里很不平衡。你知道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前头跑，而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根本就跟不上，我还要硬着头皮跟。你知道那心里什么滋味吗？听到这些话，幸福才明白庆来在城市为什么整天都不开心，因为只有在农村他才能干自己擅长的事情。而庆来说自己回来之后总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现在的庆来终于想通了，他觉得幸福就是天上的云，而他自己是土里的泥巴，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所以庆来就劝幸福还是回城市生活吧，他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幸福了。你追回来是不是想跟我离婚？你就离吧，我不赖着你。听到这话的幸福瞬间流下了泪水，她不明白为什么庆来会突然说出这样的想法。无奈的幸福最终转身离开了这里，她一个人漫无目的在村里走着，正好碰到了一对新人在结婚。她看着万书记在台上讲得热火朝天，还提起当年她和庆来结婚时的那场闹剧。这一刻，幸福的脑海中往事一幕幕浮现。那一天同样也是万书记在给他们送上祝福，还有庆来对她的保证，以及万书记叮嘱她的那句话：等你们呢到了叔这岁数就明白了，什么都不如一家的人啊。不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年轻人出去闯闯也是应该的啊。可是啊，不能忘了为什么闯，不能闯着闯着把自己给闯没了，再把家给闯没了，那就不值。想到这里，幸福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。此刻她的心中已有了决定。第二天，幸福在收拾行李时，她告诉庆来自己是个爱较真认死理的人，既然已经嫁给了他，就认定了他是自己的丈夫。接着还表示她可以为了孩子和庆来回到万家庄，但无论在哪里生活，她都不会贪清闲混日子。如果庆来嫌追着她太累了，想要离婚，她自己这就带着小豆子离开。听到这里，庆来问她城里的事情怎么办，幸福说自己回去就会辞职。这一刻，庆来有点懵逼，她质问幸福舍得关涛和律师这么好的工作吗？但幸福却把万书记的那句话告诉了丈夫：一个人要是闯，连自己和家都闯没了，这不划算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家在哪我就在哪。听到这话的庆来立马就开心地帮幸福收拾起了行李，两口子的隔阂这一刻终于解开了。可庆来这边是高兴了，然而关涛这边却是很郁闷。当他得知幸福要辞职，他立马就慌了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庆来犯下的错，幸福也要离开。于是他当即给幸福提出了挽留的保证。你不能走，律所现在那么多事儿，没有前台怎么成呢？而且我也想不到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来当这个前台？你是不是因为现在工资太少了，你想加工资？没问题，你提出来，你要多少都可以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不是。幸福知道关涛这是为他好，所以他便等两人情绪都稳定之后再跟他详细聊。最后他把自己想回乡创业的想法告诉了关涛，而关涛知道幸福已经做好了决定，于是他只好送上祝福。祝你不管在哪儿都能变成那个最好的你。好。
人只是给大学生指了个路，怎料却从中发现了赚钱的商机。他在等公交车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学生的一句吐槽：这个山里的住宿条件太差了，要是可以待久点，都可以拍个风光片了。要不过一段时间再来一次？行啊，太棒了！此时的幸福敏锐地察觉到，要是她在老家开个民宿，将会有不错的生意。这样一来，她和丈夫就不用去城里打工了。可现在有个问题是，她手里才20万，对于开客栈来说还远远不够。为此，她准备找在城里打工的妹妹借点钱。怎料妹妹一听要在乡下开客栈，立马就提出了反对意见。你知道人家都说客栈是什么？是农民专门坑城里人钱的，多难听啊！我好好做生意，咋就成了坑人钱了呢？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借我钱？我怎么能是这个意思呢？你要说钱，是我现在的确是开着车，拿着好包，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工作需要，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富裕。幸运见姐姐一直不说话，于是她便故意说主要是自己觉得这件事不靠谱。妹妹话里话外的暗示让幸福不好再勉强，所以她就没有再继续追问钱的事情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恰巧这天公司几个合伙人为她送行吃饭时，幸福借着机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同事们都觉得这件事可行，因为万家庄不仅山清水秀，而且风景还特别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住宿不方便。一旁的关涛听后立马就提出了他的见解。要建就建规模大的，我觉得吧，做事情啊就是要有魄力。但是你要建规模大的话，它本金只有20万啊，剩下的钱怎么办啊？20万肯定不够。我想上网众筹。众筹？你还知道众筹？幸福这个前卫的想法惊呆了两位律师，关涛也是对现在的幸福刮目相看，但出于谨慎起见，关涛建议他先多去了解一下客栈方面的情况。于是幸福每天下班后都会花很多精力查看这方面的资料，并且遇到什么问题还跟同事及时讨论。经过了几人不懈的努力，很快关涛他们就做出了一个众筹的方案，计划用20天的时间，目标筹到200万。听到这个数目的幸福吓了一跳，他表示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还得起？此时一旁的张律师解释说200万不多，表示他们这不是普通众筹，而是股权众筹，按投资金额分等级，3万以下是初级合伙人，属于重在参与性质的，说白了就是可以享受住宿折扣，而3万以上是高级合伙人，他们除了折扣以外还能分红。一旁的幸福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他对他们3人的信任是绝对的。这边方案搞定之后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得到村里人的支持。他拿着计划书找到万书记，说了自己要开客栈的想法，希望村里帮忙通水电网络，并且还说每年可以给村里交管理费或者给予一些分利。此话一出，立马得到万书记的大力支持。好啊，这要做好了，说不定还真能给万家庄闯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。幸福看好你，你好好干啊，做出点样子来。谢谢万书记。然而令幸福没想到的是，当她把自己开客栈的想法告诉给丈夫和婆婆的时候，他们2个人都反对。200万块钱呢，咱家可背不起。哎呦，乖乖，我这气还没喘匀呢，你就背了个大债回来了。妈，这不是债，这叫风险共担。如果赔了不用还的，如果赚了钱，大家还都有利润可分。而婆婆听后觉得不可能，她认为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。然而没想到小姑子秀玉听了却很支持幸福的做法，她当场表示要拿出自己全部积蓄。幸福见小姑子这么支持她，表示以后赚钱了第一个给她分红。与此同时，关涛他们的进展却不顺利，由于一直没有资金注入，于是关涛和张王律师带头一人先投了1万进去，可连续几天金额就停在3万块，这让幸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然而这天晚上，幸福正打扫卫生时，关涛激动地把她叫到了办公室，原来是有人跟着投了，而且一次就投了5万块。哎，你们下班没走，就是在盯这个呀？当然了，我们仨已经盯了3天了，我咨询都推了1天了。哎呀，谢谢你们。就这样，不到20天的时间就筹够了200万，而幸福也成为了万家庄第一个开客栈的老板娘。第一批来捧场的都是投资人和熟客。热闹过后的幸福又开始筹客源。客栈的常住客吴作家给他提了个建议：你们这个路啊，堪比蜀道，坑坑洼洼的。幸福说开业前就打了报告，可村里答应修路却一直没动静。然而这边修路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好，新来的客人却又带来了麻烦。这个市长秘书查看电脑时惊讶地发现，10年前妹妹考上重点大学的名额居然被村书记的女儿给顶替了。看着妹妹的名字配的却是他人的照片，他突然想起当年妹妹跟他说过的话：怎么会这样啊，二哥？传媒都考上大学了，为什么我没有考上啊？妹妹明明是班里的尖子生。
大笔钱。庆来的这番话给了妹妹秀玉一些信心，最后庆来决定找弟弟帮忙解决这事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万书记见女儿回来很是开心，可没乐多久，万传美就哭着求父亲求救。一旁万传家见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他立马跪在地上，把自己安排顶替秀玉上大学的事说了出来。那时候他听有人说王家希望秀玉别考上，就算考上了也没钱交学费，而自家这边传美因为落榜很是难过。万传家不想见妹妹这样伤心，于是他便花了2万块钱找人暗箱操作了这件事。用的就是秀玉的名额，所以传美现在在外边，人家都管她叫王秀玉。现在王家好像知道这事儿。考上大学了！不是，那10年前你不是没考上吗？我考上了呀，可是叫人给我顶了。叫人顶了？顶了？怎么可能呢？谁顶了？万传美把我给顶了。女孩时隔10年才得知自己当初之所以没考上大学，是因为被村书记的女儿万传美给顶替了。得知情况的父母虽然很气愤，但却不敢找村书记麻烦，只因村书记在村里有权有势，还管着上亿资产的集团。他们王家本就是小门小户，哪敢得罪？虽然心疼女儿，老父亲也只敢站在家门口骂几句。窝囊的本性让他们想息事宁人，面对这样的不公平，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。而此时毫不知情的万书记看到女儿突然从外地回来的时候，他起初还特别的高兴，怎料儿子万传家突然跪了下来，第一句话就把他吓懵了。传美的大学是顶着秀玉的名上的，接着万传家把自己托关系，让妹妹去顶替秀玉上大学的事全说了。所以传美现在在外边，人家都管她叫王秀玉。现在王家好像知道这事儿了。听到这里的万书记感觉天都塌了，他带领万家庄的村民从吃不饱饭到奔上小康生活，从未做过一件伤天害理之事，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却干出了这么缺德的事情。于是气不过的他当即让万传家趴在桌子上，拿起鸡毛掸子就把儿子往死里抽。可是以至此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万传美把父亲拦下来以后，万传家趁机提醒父亲要面对现实，现在妹妹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好几年了，最要紧的是赶紧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你们有王法吗？怎么敢这么干呢？我为谁？我还不是为了传美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吗？那些年，你最大的心愿就是传美能上个好大学。传美收到通知书的时候，你多高兴啊！你每天都高兴。我活这么大就没见你那么高兴过。爸，你是我爸，你给我闭嘴！再说我他妈就打烂你的嘴！万善堂看着这个逆子，真的气不打一处来。但毕竟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拿儿子出气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最后他思考再三后，无奈的他只好拉下这张老脸去王家亲自登门道歉。他提着东西找到老两口开门见山，说自己这些年忙于工作，疏忽了孩子的教育，这才让他们做出这种败坏道德的事情。可如今事实已经摆在面前，再悔不当初也没有任何办法。他希望王有德夫妇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放过他女儿。他那事要是真的公开了，传美这辈子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下去了，以后他还怎么做人？屋里的秀玉听到这话，顿时就来了脾气，她冲出去就对着万善堂说道：“那我这一辈子我怎么做人啊？”志玉，大人说话呢，回屋去。这本来就是秀玉的事情。秀玉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只想自己的闺女，不想别人的闺女。秀玉，那你给说个法子，你说你想咋办？听到这话的秀玉没有开口，而万善堂除了补偿也想不到别的办法。他愧疚地跪在地上，对着自己狠狠地抽了几个耳光，嘴上还不停地说他没教好孩子。一旁的老两口不忍心见老书记这样，王母就表示这件事情先商量着来，话里意思就是想着看怎么补偿。万书记明白了王母的话后，他就表示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都会满足。怎料一旁的秀玉却说她只要上大学，别的什么条件都不要。此时万善堂说要是能重来，他宁愿传美身败名裂也要把大学名额还给秀玉，还说传美是错了，但他毕竟犯的不是死罪。可要是事情被捅出去，他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所以万善堂说自己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最后他只好求秀玉放自己女儿一条生路。你就放传美一条生路，叔求你了。可是我只想上大学。秀玉哭着离开了这里，老两口见女儿走了，就跟万书记说回头自家商量一下先，到时再给答复。老两口就找到大儿子庆来商量，可庆来却不同意补偿的事，但他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。他提议要不跟幸福说一下，可母亲却要拿了赔偿再说。他知道幸福要是知道这事肯定会闹翻天，就这样一家人合伙瞒着幸福。然而秀玉这边跑到二哥庆志家求助，没想到庆志的意见却和父母一样，劝他拿了赔偿息事宁人。此刻秀玉心都凉透了，没想到全家都想卖了他。卖了我，你们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。小妹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个钱我1分钱都不会要的。你说的好听，你真以为娶亚妮姐回家不用花1分钱的吗？你妈，什么都是你妈，你呢？你自己呢？你这么大的人了，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吗？庆来最终还是没熬过内心的煎熬，把妹妹被顶替上大学的事全告诉了幸福。幸福听后立马就怒斥丈夫。出了这事儿，他们瞒着我，你也瞒着我啊！你拿我当是一家人了吗？爸妈糊涂，你跟庆志也糊涂呀！你就是把小妹给卖了，你知道吗？庆来听后表示自己也没办法，
声称母亲不让他们说。怎料就是这句话让幸福更来气，所以她才怒斥丈夫就是个妈宝男。什么都是你妈，你呢？你自己呢？你这么大的人了，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吗？哎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有胳膊有腿，什么叫没有办法？借口。其实令幸福最气愤的是，他们一家人忙着他偷偷跟万传家他们签订了保密协议，虽然补偿了30万，但协议里面规定只要将这件事说出去，王家就要赔付3倍的钱。一开始秀玉并不想签，可迫于父母和各方面的压力，她只好委屈的签了。所以当幸福得知这件事后，她不仅把丈夫骂了一顿，还怒斥王家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婆婆正好赶了回来，她看幸福脸色不对，就问儿子怎么回事。信来只好告诉母亲，幸福已经知道了这件事。一旁的婆婆想解释苦衷，怎料幸福却爱答不理的往外走。婆婆以为她要去找万书记麻烦，怕两家不好收场，于是就直接拦住了幸福。我去找秀玉。找秀玉，那快点，我跟你一起去吧啊！不用了。慢点开车啊！经过1天的寻找后，果然在庆志家的楼下发现了正坐在路边发呆的秀玉。秀玉告诉幸福，上大学是她从小的梦想，如今却被无情的剥夺，父母更是为了利益逼她妥协。此刻的秀玉像个被抛弃的孩子。你的事儿嫂子都知道了，你别怕，嫂子在呢，嫂子会帮你讨公道的。这番话让委屈的秀玉再也忍不住扑在嫂子怀里大哭。全家上下唯一为她出头的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嫂子。第2天，幸福就来找关涛咨询合同的问题，上面保密条款清清楚楚写了，此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否则因此造成不好的影响，需要赔偿90万。可如今幸福却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们冒名顶替秀玉，先不说缺德，他是违法，这就像是小偷偷了东西还不让说，说了还要罚我给小偷钱。话糙理不糙啊，你的直觉是对的。关涛说这协议一看就是专业人士拟定的，对方为遮丑确实下了功夫，但都是吓唬人的，因为冒名顶替本就是犯罪，所以这保密条款和违约金也不成立，因此也就不需要纠结有关于90万的事情。但和解内容和赔偿项目同样也签署在了合同中，这些却是受法律所保护的，不管过程如何，但在法院看来，双方既已是成年人自愿签署的合同，那么尽管提出诉讼，关涛也不能保证判决结果会如何。直白说就是一切都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想法。就这样，幸福把关涛的原话转告给了秀玉，结果由他自己决定。跟秀玉说明以后，两人就结伴来到了大学校园里。他看着路上那些有说有笑的同学们，秀玉仿佛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生活，不知入神地盯着他们看了多久，直至幸福察觉到以后，走到其身边。这本来应该是我的生活，先回家吧，回去咱们再想办法要回来。也算完成秀玉一个心愿之后，幸福便带她回到客栈住下。可尽管如此，秀玉仍旧郁郁寡欢。她对幸福说，感觉自己的世界被偷走了一样，甚至还说自己现在活着真没意思。幸福见妹妹如今的样子，她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她告诉秀玉自己一定会替她讨回个说法。于是幸福便直接找到了万传家。这是复印件，你要是让我拿到原件，我照样撕。这个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我们也道了歉了，也赔了钱了。万传家，不是所有的事儿道歉和赔钱就能被接受的。我杀了你，跟你说对不起，你接受吗？嗨，他答应。姐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是他们的律师，我帮他们写个合同，怎么了？答应给你钱了是吗？秀玉跟你一样刻苦读书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被人给顶了。你干嘛呢？你帮万传家拟合同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自从幸福知道了小姑子秀玉被人顶替上大学的名额后，
的问题时，又不知作何选择。妹子，嫂子理解你的心情，嫂子也本想要跟你要个说法，但我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咱也不能看着传媒走上绝路吧。委屈的秀玉只能用大哭一场来发泄自己的情绪。之后的幸福就带秀玉出来散心，一路开导她别多想。但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往前看。他相信秀玉的能力，既然能考上大学，未来也能在其他地方闯出一片名堂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这么一想，啥坎儿还过不去啊？人只是随手给小姑子拍了几张照片，怎料却意外把她捧成了100万网红。他发现小姑子坐在湖边的样子，散发出了一种独特的忧郁美，于是便拍下来传到了网上。没想到幸福这个无心的举动将会改变小姑子的命运，因为她的照片引起了一位职业摄影师的注意。等一下，太巧了吧！我真想找你呢。找我？对，找你。就在秀玉还一脸疑惑的时候，楚云告诉她自己是一名职业摄影师，平时都只会拍一些风景照。可有一天，他在网上看到了秀玉的照片后，他发现秀玉身上有一种忧郁和文静的气质，而且还长得很像一位明星邓超。楚云想把秀玉的人物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，表示这样肯定会有触动人心的感觉。幸福一听，立马夸摄影师有眼光。他问秀玉想不想试试。我怕，我没干过这个。有啥好怕的？我们秀玉上镜可漂亮了，你自信一点。摄影师都说行，咱有啥不行的？由于秀玉之前大学被顶替的事一直闷闷不乐，幸福想用这次机会转移她的注意力，所以她当场做主替秀玉答应了下来。最后在幸福的劝说下，秀玉终于迈出了这一步，开始了她陌生领域的尝试。摄影师楚云也不负众望，把秀玉独特的气质拿捏得很到位，而秀玉的照片也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。然而有商业头脑的幸福还提前做了个一举两得的布局。但是说好了，你拍那个照片，到时候可以在我们幸福客栈还有村里旅游合作社，我们可以免费使用，行不？嗨，你可真会做生意，也当是帮你宣传了，双赢嘛。一言为定，那就一言为定。随着秀玉的知名度越来越大，万传家也注意到了。此时的他看着照片不禁感叹：秀玉这丫头啊，稍微的化化妆，捯饬捯饬，挺漂亮的。是，现在他们这个官网人气可高了，这秀玉都快成网红了，是吧？下面好多人留言，你看，这也太漂亮了，就冲这美女，我都要去一趟万家庄。还有这个什么，太好看了，妈妈我恋爱了。万传家看到秀玉小有名气之后，便想着让她当保健品厂的代言人。可现在有个问题是，秀玉一直记恨他。就当他不知该想什么理由时，没想到机会正好送上了门。秀玉大哥王庆来想成立一个蔬菜种植合作社，需要村里的资金支持。当他来找万传家谈这件事的时候，还没等庆来开口，万传家就打断了他，声称只要王庆来能说服秀玉当他们的代言人，无论提什么条件他都全力支持。而王庆来知道秀玉只听妻子的话，于是他回到家之后就把万传家提的要求说了出来。幸福一听就说这是好事，但庆来却表示问题是秀玉她不愿意。我刚才和秀玉一提，就被她从屋里撵出来了。为啥？还能为啥呀？秀玉愿意跟这个传家打交道啊。此时的幸福决定亲自去找秀玉聊一下。一开始秀玉面对嫂子的劝说也是不想去，但幸福却从另一个角度开导她，说她做这个代言人不仅仅是帮保健品厂打开销路，还可以更好的去为家乡做宣传，这样顺带可以把万家庄的旅游业做得更好。这种一举两得的机会对秀玉来说是很好的事，可秀玉却疑惑地问，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水涨船高呀，公司好了，万家庄就好了，万家庄好了，咱家就好了，家好了，我们就都好了。就是那句话，万家为人人，人人为万家。最后在幸福的这番劝说下，秀玉终于放下了仇恨，决定当这个代言人。然而就在秀玉的生活越来越好，开始慢慢忘记过去那段不堪的回忆时，没想到村里一个小学老师的话让她再次陷入痛苦的深渊。因为自从秀玉火了以后，很多小孩子都拿她当成未来的榜样，有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居然还拿秀玉当自己的挡箭牌，说人家秀玉姐也不爱学习，也没上过大学啊，可她现在不照样该挣钱挣钱，该出名出名吗？我长大了也要像秀玉姐一样做个网红。一句话怼着他爸妈哑口无言。10年前我冒了你的名上大学，秀玉，对不起。女孩冒名顶替好友上大学的名额，10年如今终于过了心底里那道坎，当着全村人的面承认这件事，并跟秀玉道了歉。然而万传家最终还是被亲爹万书记送进了监狱。这天污水处理厂的保安将一份厂子偷排污水的记录交给了他，得知儿子偷排污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，万书记左右为难，如果将证据交给警方，儿子万传家将会面临牢狱之灾，如果不交，他作为村干部就是包庇儿子。此时法院正在审理村民起诉万家集团污染水源的案子，而法院外面万书记来了，他准备大义灭亲，将证据亲自交给法院，这是他作为一个村书记必须有的品质和责任。其实在万传家在被带走之前，他来见了父亲一面，心力交瘁的万书记问了儿子一句话：你怪爸爸，你作为一名老党员，把污水厂偷排污水的证据送到法庭，你这么做我不能怪，
但是作为你的儿子，我这心里确实还是挺不好受的。万传家对父亲说，他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下面的人偷排污水，可是万书记认为儿子作为万家集团的负责人，他是负有视察之责的。作为父亲，我没有教育好你。不是吧？你该教的、你能教的你都教了，是我自己不争气。万传家这样的结局其实不算坏，至少他不会继续犯下更严重的错。因为万家集团的偷排行为，可怜为村子奉献大半生无怨无悔的万善堂，却落得个儿女都不能陪在身边的下场。万书记最终引咎辞职，他觉得自己再没脸继续当下去，最后决定不再担任村支书的职位。我郑重地向村委会提出辞职。我辞职以后，万家庄村的党支部就要有新的代表。但是我想提一个人选，就是何幸福。当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，其他人议论纷纷。接着万书记就告诉大家，其实他观察何幸福很久，表示他不但是一个勤劳正直的人，更是一个能把百姓的事情放在自己心里的人。最后万书记真诚地恳求大家能考虑他的提议。然而得知家里出事情的万传美也选择了回家，他想陪父亲一起度过难关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他打算去曾经支教的山村，像父亲一样带着那里的村民脱贫致富，开启一个属于他万传美新的人生。万善堂得知女儿的决定很是欣慰，而万传美说这次自己回来还要跟过去做一个了断。随后在女儿的要求下，万书记以个人的名义召集了村里的干部开会。幸福一家人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们都叫过来。然而等秀玉看到万传美出来的时候，一时间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此时的万传美终于鼓起勇气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跟秀玉道了歉。我要向一个人公开道歉，王秀玉，对不起，10年前我冒了你的名上大学，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跟你正式道歉。说完，万传美便来到秀玉面前，对着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歉意，接着还告诉秀玉自己知道这个道歉来得太晚，但是她今天终于明白，没有人可以偷走别人的人生，也没有人可以活成别人的样子，我们只能做自己。秀玉听后站起身来，对着万传美释怀一笑。这一刻，两人内心的疙瘩也算是彻底解开了。往后每到了探视的日子，幸福都不忘提前把准备好的书让万善堂带给万传家，还交代说放宽心，把刑期当成学期，学成归来以后大伙在一起接着干。时间一转眼来到幸福走马上任的日子，她的努力被万家庄的村民看在眼里，也不负众望，成为了万家庄的第1任女书记。祝贺我们万家庄获得最美山乡的这个称号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个荣誉只代表昨天，今天我们开完庆功会之后，就要把这个荣誉放下，然后整装再出发，去创造新的辉煌，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，好不好？好。